大家好，我是尼克拉斯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MrBeast 最新的影片？有一集他去了一家基因工程公司，这家公司干了一件让全世界都震惊的事，他们用已经灭绝了猛犸象的 DNA， 通过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物种——金色长毛猛犸老鼠，学名叫做 Woolly Mouse。这些老鼠身上的毛金棕色，又长又卷，摸起来粗糙浓密，跟1万多年前冰原上奔跑的猛犸象是一样的。那问题就来了， Woolly Mouse 身上的猛犸象 DNA 从哪里来的？答案是西伯利亚永久冻土挖掘出来的猛犸象遗骸，冷冻了1万多年。这就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猛犸象它们冻得如此彻底，如此完整，连 DNA 都没有降解，这到底发生了什么？考古学家推测，当时可能是发生了一种奇怪的降温，瞬间让这些猛犸象一下冻成了冰块。而今天我就要给大家还原1万多年前发生的情景。而这件事也非常诡异，它跟伊朗有关，它是记载在伊朗的史诗《阿维斯陀》中，里面有一段就是记载了猛犸象突然被冰封的一段神的话。1901年，西伯利亚贝雷佐夫河，一群矿工在永久的冻土里面挖掘出一个庞然大物，一头猛犸象。这头猛犸象让当时赶到现场的生物学家感到毛骨悚然，因为这头猛犸象被挖掘出来的时候，肉质极其新鲜，新鲜到考古队的狗甚至是可以上去直接咬一口。13000年前的肉，狗闻到了还想吃。还有一个最不可思议的细节，就是在猛犸象的嘴里，科学家敲开它的牙齿，发现它的舌头上竟然还含着没有来得及咽下去的金凤花和温带青草。大家想一下，13000年前的动物和植物被完整的保存下来是多么恐怖。绝大多数人认为史前的巨兽是随着冰川期慢慢的变冷，然后找不到食物，慢慢冻死或者是饿死的。但是有一个诡异点，就是如果这些猛犸象它是慢慢冻死的，那它的尸体在冰斗之前必然会经历腐败，它的肉就不可能保持新鲜，它们的 DNA 就不可能保存的完好，到现在还有活力，科学家还用它们创造出猛犸老鼠，这都是不可能的。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深入破解一下这个秘密，把答案都告诉大家。但在这之前，大家一定要带上 WiseQuest 的明目冷敷眼贴，这个是我每天都在用的一个眼贴，非常推荐。我每天都要花4到5个小时查资料写文案，眼睛经常干涩难受，我晚上睡觉之前都会贴上它，冰冰凉凉的，好像有人在给我的眼睛做穴位按摩，非常舒服，一下子就睡着了。WiseQuest 使用日本工艺植物萃取的温和配方，眼睛经常干涩想放松眼睛的朋友就可以去我的个人店铺 nicolasyoung.com 就可以下单，也可以直接点击 YouTube 频道下方的商品链接就可以购买，感谢大家支持。我们继续。1887年，英国地质学家亨利·奥沃斯爵士写了一个经典的著作《猛犸象与大洪水》，还有阿拉斯加大学古生物学家戴尔·格斯里，他在1990年出版的《猛犸象草原的冰冻动物群》里面都提到过一个事情，就是在冰层中发现的完整猛犸象，它的胃里装满的是没有消化的温带草本植物，它们的植物纤维和细胞结构都没有被完全破坏。哺乳动物的胃酸是非常强悍的，消化植物只需要短短的几个小时。但是如果这些食物保存得如此完好，那就说明了一件在生物学上发生的非常诡异的事情，就是这些猛犸象是突然被冰冻的，不是几天几个小时被冻的，而是分钟级别的速冻。大家想象一下，一头几吨重的猛犸象披着厚厚的毛发，它身体的内核温度在极短的时间内从30-40度直接降到了零下10几度，连胃酸都来不及腐蚀食物，就彻底被冻成了冰块。这个需要多么大的制冷功率！而且根据19世纪的美国淘金热的记载，阿拉斯加的矿工用高压水枪开采金矿的时候，就冲刷出成千上百具猛犸象的遗骸。截至2007年，这些地方被称为古山，出土了超过25万件猛犸象的遗骸。当时非常厉害的金矿公司叫做费尔班克斯探险公司，它的公司文件里面记载，在19世纪的时候，这些矿工发现出土猛犸象的皮肤和肌肉纤维保存的是异常完好，有的甚至是出现近乎站立的姿势，直接被冻在土层中。而这些猛犸象它们被冻住的时候，它们的骨骼没有任何被搏斗的痕迹，也没有挣扎的痕迹，而且它们的皮肤肌肉是几乎没有任何腐败的迹象，好像是有人把它们直接扔进了一个巨型的速冻机。
在美国《时代》杂志历史档案中记载，费尔班克斯探检公司曾经洗出了一具冷冻状态的幼年猛犸象尸体，当时工人立刻使用甲醛、甘油、明矾进行防腐处理，随后直接空运到了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当时在猛犸象的那个年代，阿拉斯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在美国新墨西哥的考古学家、大学教授弗兰克 ·C. 西本，他在1941年考察完阿拉斯加以后，写了一本书，叫做《失落的美洲人》。他在里面就描述了阿拉斯加大规模猛犸象死亡的场景，非常生动。猛犸象与野牛都被撕裂扭曲，仿佛被某只宇宙之手在神圣的狂怒中所为。在某一处，我们发现了一头猛犸象的前腿与肩部，部分肌肉、指甲和毛发仍附在已经变黑的骨骼上，骨骼上没有任何刀痕和切割工具的痕迹。这些动物就这样被撕碎，散落在大地上，如同稻草和绳索一般。尽管其中一些重达数吨，堆叠的骨骼之间夹杂着树木，同样扭曲断裂，乱成一团。整个场景被细腻的烂泥覆盖，随后冻结成固体。一个动物群落正在处于某场灾难性的浩劫当中，突然被冻结，定格在一场阴森的默剧之中。大家看啊，这个西本教授的意思是，这个阿拉斯加几万头猛犸象，他们某一天正在悠闲的食草，然后突然有一阵恐怖的极寒风暴一下唰就吹过来了，瞬间就把它们撕碎了。没有撕碎的猛犸象还有野牛之类的，它们就冻成了固体。这到底是一种什么鬼天气这么恐怖？难道古代人类没有任何记载吗？没有任何人可以破解这个谜团吗？有的啊，就是团长尼克拉斯杨。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经文，它就是来自古代伊朗。古代伊朗的古神把答案全部都告诉了我们。这个就是来自伊朗波斯拜火教最古老的经文阿维斯陀里。阿维斯陀这个经文其实是保存了非常古老的口述传统，还有很多庞大的经文之后就通过雅利安人传到了印度，然后让一些被称为婆罗门的大祭司在文字还没有发明的情况下，就通过人体区块链进行背诵几千万的字经文几下就背诵出来了。这个在我以前梵语的秘密中讲过。所以波斯的阿维斯陀里面的历史里面的内容可以追溯到1万多年前。阿维斯陀第1章万迪达德第2章中就记载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至高之神阿胡拉马兹达与远古圣王伊玛之间的秘密对话。1880年，法国东方学家詹姆斯·达尔梅斯特将这卷经文翻译成英文，收录在牛津大学出版的《东方圣书》系列第4卷。当时武神阿胡拉马兹达是这样警告人类的：英俊的伊玛啊，维旺哈特之子，致命的严冬将降临于这物质世界，带来凶猛肮脏的严霜，使漫天雪花纷飞，甚至在最高山峰之顶也将积雪深达1阿雷德维。3类牲畜都将灭绝，那些生活在荒野中、生活在山顶的，以及生活在山谷深处、躲在马厩庇护之下的。在这场严冬降临之前，田野曾为牲畜提供丰富的牧草，而在冰雪融化、洪流奔涌之后，哪怕能见到一个羊蹄印的地方，都将在这个世界被视作幸福之乡。阿维斯陀这卷经文里面记载了人类大洪水神话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就是大洪水它是发生在地球冰封之后的在这个世界生物都快灭绝之后，这个冰雪融化、洪流奔涌之后，会有羊蹄印的地方有这个陆地露出来，这个才是人类幸福之地。接着这个神马自达就说了一个让人类可以活下来的方案，就是因此你去建造一个名为 Vara 的巨大避难所，四面都要像跑马场一样宽广，你必须把地球上最伟大、最优秀、最纯洁的男人和女人的种子带进去，把每一种树木中最高大、最芬芳的种子带进去，封闭起来。你将用黄金戒指封印那座瓦拉，并在其中建一扇门，以及一扇自内发光的窗，在那里星辰、月亮和太阳一年只升落一次，一年如同一日，每隔40年，每对夫妇可生育一男一女。住在伊玛所建瓦拉中的人们过着最幸福的生活。大家看这个神要求人类建一个地下城，然后呢把这些优秀的基因都放进去，
之后在里面还有一种能源可以晾1年，很有可能这些男女就是古印度的雅利安人，被称作伟人，他们寿命非常长，每40年才可以生1次孩子。这个地点很可能就是伊朗。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每天美国都在轰炸伊朗怎么打都打不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伊朗这个地方全部都是高山山地，而且非常适合挖地下基地。伊朗就挖了无数的地洞，里面存放着导弹还有无人机之类的，非常庞大，美国怎么炸都炸不完。那问题就来了，这些地洞是伊朗人现在挖的，还是古代经文中记载的神让雅利安人在地下挖的一个地下宫殿？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只是古代波斯人的神话，那我们再可以往北走几千公里去北欧看一下。北欧神话中有一个就叫做散文埃达，它就记载了诸神黄昏之前发生了一次世界冰冻，叫做芬布尔之冬。它原文是这么写的：首先降临的是名为芬布尔的严冬，大雪将从四面八方疯狂飘落，霜冻刺骨，狂风凛冽，太阳将彻底失去它的力量。这样的严冬将连续出现3个，中间没有丝毫夏日的喘息，人间将陷入无尽的黑暗与饥荒。大家看，波斯与北欧，一个在炎热的中东沙漠，一个在寒冷的北极圈，他们都记载了同一场灾难，就是1万年前的冰冻末日。这个在大洪水之前，这个是巧合吗？而且非常离奇的是，神话中的地下避难所在现实也是存在的。在距离波斯古国不远的土耳其卡帕多西亚地区，考古学家在地表之下发现了一座深达85米、足足有18层楼深的地下宫殿，叫做德林油库地下城。它不是几个山洞，它是一个巨大的、非常有系统的巨型掩体，在里面可以同时容纳2万人生活。就是这么大的建筑，有个诡异的点，就是在土耳其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它是在1963年，有一个土耳其的居民在装修自己家的时候，一下不小心敲掉了一个墙，然后他就发现他家的墙后面是有一个洞，然后一个洞连接着另一个洞，然后一层一层的越挖越深。于是这个巨大的地洞在60多年前才被整个世界发现。这座地下城里面什么都有，通风井、水井、粮仓、牲畜的圈舍，还有酿酒间，什么都有。而且为了防止入侵，这个地洞的每一层都有重达半吨、只能从内部滚动的巨型石门。主流考古学家有一个说法，就是它是早期基督徒用来躲避罗马帝国宗教破坏而建造的。但是大家通过逻辑想一下，为了躲避罗马骑兵的追捕，这个逃难者不应该是到处跑吗？打游击战到处躲藏。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费尽心机挖一个18层的住2万多人的地下宫殿？这2万多个人在这里生活，那不一下就被罗马帝国发现了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细思极恐的逻辑问题啊！所以土耳其的这个地洞是不是阿维斯陀经中记载的挖了？当时13000多年前，这个地球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人类必须建造这么大的地下宫殿？我们必须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一下，可以把这些猛犸象瞬间速冻，并且在全球引发冰冻神话恐慌的一个终极元凶，到底有哪些可能？根据科学家的推理，一共有3个嫌疑人。1号叫做米兰科维奇旋回。塞尔维亚科学家米兰科维奇提出，地球轨道的偏心率、地轴倾角的周期性变化会改变地球接受太阳辐射的量，从而驱动这个冰期和间冰期的交替。意思就是它可以让地球变冷。但是在米兰科维奇旋回的模型中，这个时间尺度是数万年到10万年之间，它是一个几万年间气温缓慢下降1-2度的这么一个模型。这个无法解释阿拉斯加的猛犸象它是如何瞬间冰冻的，时间尺度完全对不上。第2号嫌疑就是超级火山爆发。火山喷发会把海量的二氧化硫喷入平流层，形成气溶胶，像一把巨大的遮阳伞挡住太阳。剑桥大学火山学家克莱夫·奥本海默在他2011年的著作《震撼世界的喷发》里面详细研究了这个火山冬天的效应。历史上最著名的案例就是1815年印尼坦博拉火山爆发，它直接导致了第2年欧洲和北美的无夏之年，全球气温骤降。但是即使是这种最强的超级火山爆发，也只能让全球平均气温下降0.5到5度，持续几年。
而要把1吨几吨重的猛犸象从37度的体温冻成冰棍。它要降的温可不是5度，而是要在几分钟之内创造出零下几十度的极寒打击。所以这个火山也是做不到的，嫌疑排除。第3号嫌疑人叫做大西洋经相翻转环流崩溃简称叫做 AMOC。 这个其实就是灾难电影后天的科学原型。如果大量的冰川水瞬间涌入了北大西洋，改变了海水的盐度，它就会切断从赤道向北极输入热量的洋流传送带。它非常厉害，可以让欧洲和北半球的温度一下降到5到10度。但是它有2个致命的漏洞就是这个洋流崩溃的生效时间是以10年甚至100年为单位的，它不够快。所以第3号嫌疑也被排除。排除了这3个嫌疑之后，在这个地球上可能只剩下一种力量可以瞬间冻住整个北半球，这个就是来自太空的超大型撞击。13000年前有一颗巨大的彗星撞击北半球，而它的地点就是北美洲。但问题来了，如果13000年前真的有一颗足以毁灭半个地球的陨石砸下来，那它的陨石坑在哪里？为什么现在大家找不到这个巨型的撞击坑？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陨石坑它一直都在，只是它太大，大到我们在它面前根本看不到，或者这个坑它已经化了。北美洲的东海岸从新泽西州一直延伸到佛罗里达州，在这里的卫星地图中，科学家发现了让人产生密集恐惧症的现象。这里密布着大约有50万个大小不一的椭圆形浅坑，最大的长10公里，它们都被称为卡罗莱纳湾。2006年，美国核物理学家查德·法尔斯通和他的团队在《宇宙灾变的循环》一书中，详细解释了这些浅坑最恐怖的几何学特征。如果你把这50万个椭圆坑的长轴方向画出延长线，就会发现这所有的线呈现出完美的轨道放射状，而所有的线最终都会收敛指向同一个焦点——密歇根州的萨吉诺湾。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天女散花的2次撞击现场。好比有一个人从萨吉诺湾的高空向整个美国东海岸发射了50万超级霰弹，有一个巨大的陨石在萨吉诺湾上空爆炸。但是为什么这里没有巨大的陨石坑？因为在13000年的新仙女木时期，萨吉诺湾的上方它覆盖着一样东西，就是一块厚达2到3公里、面积相当于整个加拿大的史前巨冰——劳伦泰德冰盖。12900年前，一颗巨大的彗星或者是一群彗星，它们以每秒几十公里的超音速砸向北美大陆，但它们没有砸在坚硬的岩石上，它们是砸在了一块2公里厚的冰盖上。而这个冰盖对地球产生了一种缓冲的作用，之后因为气候变暖，这个冰层上的陨石坑就融化成水，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撞击产生的威力就留了下来，在陨石撞击冰盖的瞬间，有数十亿吨碎冰一下被炸到了大气层。这些冰块以超音速的轨道痕迹，像暴雨一样砸向整个美洲大陆，一下就砸出了50多万个卡罗莱纳湾。而这个仅仅是灾难的开始。陨石撞击产生的巨大的热量，在极短的时间内融化了海量的冰盖，无数的冰融水咆哮着涌入了北大西洋，直接就让北大西洋的洋流崩溃，从赤道到北极的热量传送带直接被切断。与此同时，彗星撞击扬起的无尽的尘埃，混合着蒸发又重新凝结的冰晶，覆盖了整个北半球的阳光。撞击的冬天再加上洋流的崩溃，两个效应叠加在一起，一场物理学意义上的极致的核冬天，在极短的时间内笼罩了北美、欧洲、亚洲的北部。这个就是科学界所说的新仙女木事件，取名于北极一种非常小的花，叫做仙女木。因为在当时的土壤中，只生长在极寒环境下的仙女木突然大量出现在原本温暖的欧洲。所以经文中记载的这些神话可能都是真的。12900多年前，北美的大型动物几乎同时团灭，猛犸象、剑齿虎、巨型地懒、美洲野马、美洲骆驼，大约有35个大型的哺乳动物集体灭绝。而同一时间，北美最早的人类文化之一叫做克雷维斯文化，突然也从考古记录中消失。当时的情景可能是正在这些草原上吃的金凤花的这些猛犸象，还有北美猎杀剑齿虎的克罗维斯猎人，
当时来不及抬头，就被一股突如其来的绝对严寒瞬间就冻结在地上，一股超低温的狂风。之后剩下的猛犸象残骸就成了这场浩劫最后的证人。大家还记得我刚才讲的波斯古经里，神明警告人类，致命的寒冬即将降临，它将带来猛烈而污浊的严霜。还有北欧的芬布尔之冬，里面写到太阳将彻底失去它的力量，在这样的寒冬将持续出现3个，中间没有丝毫夏日的喘息。然后就是土耳其地下18层的德林库尤地下城。现在大家都应该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如果1万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发现这头顶上砸下来的不是雨，而是带着火的陨石，还有飓风，里面夹杂着数以亿吨计的这种碎冰啊，当时的地表温度在极短的时间内直接下降到零下30-40度。人类的祖先在那个时候能够活下来的唯一方法就是挖洞，生活在地下。而南美洲的玛雅神话中也说，人类的历史是从这个地洞里开始的。所以讲到这里，猛犸象的死因、地下城的用途、北欧和波斯的冰冻神话，再加上美洲陨石地外撞击的这个假说，它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但问题就是，这个只是天灾吗？为什么在天灾发生之前还有神警告人类？这些神怎么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他们到底看见了什么？13000年前的这场大冰冻，到底是一次盲目的天外撞击，还是某种更高维度的文明重启？这个水太深了，涉及到考古的禁忌、宗教学悖论和文明的起源。而这个事情我要放在会员节目里给大家慢慢讲，尤其是要讲一下这个雅利安人的起源。点击加入或者是充电，选择太阳系护法就可以看我所有的会员节目。如果想大力支持团长的话，就可以选更高级别的会员。非常感谢大家，我们在会员频道里不见不散。